iOS 6.5，到底有没有修复什么功能？它续航力到底有没有进步呢？我们就来看吧。大家好，我是那今年的 iOS 16真的算是多灾多难吼。那很多人在抱怨了它使用的稳定性上面一直没有非常大的改善。那即使现在正式的版本到了 iOS 16.4.1，那通常这种1.1的版本，我会以为说，它如果那么快推出1.1的版本，可能是在稳定性上面会有什么修复。但其实呢，它还是比较针对安全性上面的修复。那虽然我还是建议你需要去更新，可是如果你的期待是说它会非常非常的稳定的话，其实我现在还是常碰到开相机黑画面的问题啊，或者是要连线手表去开启相机也看不到画面，这些事情都常常的发生。那另外可能是 Safari 没有反应啊，或者是它的电池续航力也是超级的不稳定吼。那现在到了 iOS 6.5，看到它既然在新功能上面没有增加太多，那或许在修复性上面应该是有进步吧。那所以就抱着它应该会修复让它更稳定的心情呢来使用看看，那跟大家分享一下。那第一个功能算是我意外发现的啦，那就怪我家里用的那条 Lightning 线其实已经快要坏掉，很多时候插上电好像是有充电又没有充电，就断断续续的。那我记得我那天手机电力剩下约30% 左右，那插上去我就让它半夜自动去更新。那早上起来看到我的手机的电池只在48%，开始想法是它应该没有更新完，然后早上起来一看才发现它已经更新到 iOS 6.5最新的 beta 版本。那其实这也是其中一个新功能啊，就是先前你的 iPhone 一定要在50% 的电力以上，或者是你一定要插着充电线，而且是有供电的情况下，它才有办法进行更新。那在 iOS 6.5之后呢，即使你的电力是在50% 以下，只要是在20% 以上，即使没有插着充电线，它还是可以让你更新。那你蛮好奇为什么苹果等到现在才释放这个功能？那如果现在真的是有这个安全性考量的话，那为什么现在又要释放？那不管怎么样，如果你先前有这个烦恼的人，现在这个解决了。那再是一个台湾比较没有人讲到的功能，就是在现在的 Apple News 里面。你看到下方的地方多了一个运动的这个选项，那你点进去之后，像我现在就已经设定好我喜欢的运动啊，我喜欢的球队。那其实在左上角这个选单的地方，你点下去，你可以选择不同的运动，像是大学的美式足球啊、大学的篮球啊，这些都可以让你去选择。那你在下面的地方有一个加号的地方，你也可以去选择更多不同的球队、不同的运动。那这种时候你在进来的这个 tab 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直接看到。可能现在最新的比分啊、最新的赛事啊，还有在未来的比赛会在哪一天跟什么时候，这个可能对有在追踪美国运动啊，或者说你可以使用这个功能的来说，会是非常的方便。好，那目前新功能大致上就是这样子。那我们来分享一下我碰到的问题。首先呢，一样常常会突然顿掉没有反应吼。那另外就我常放在桌上，我萤幕朝下的时候，在突然拿起来的时候，它就已经要进入我要在输入密码解锁这个状态，这就代表说我刚在萤幕朝下的时候，它可能又在自己开启 Face ID 扫描不到脸，然后又进入要密码解锁的这个模式。另外一点，在它的 Home App 上面，这个是让我非常的困扰。我先前在这个控制中心我下滑嘛，它的定位会有点乱掉那很多人会问我说，我为什么没有常常在推或介绍很多 HomeKit 相关的家电啊，跟这种连线的产品，因为它就是非常的不稳定。那即使到现在 HomeKit 已经推出来那么久，你看 iOS 16.5 上面，其实这个从 16.4 就开始，只是现在更严重，就它这定位常常会跑掉。就是我现在明明人在工作室，然后它上面定位在我家，那当我回到家的时候，上面定位又变成我在工作室。那这一点不算是非常非常的困扰，反正我就是多一个步骤，我要点进去换成办公室啊，或可能换成家，就可能要在这边再去调整。这点我觉得非常奇怪，为什么先前没有问题，然后现在这个问题出来？就是它常在 AI 的判断上面会判断错误我现在的位置。因为我在家里可能晚上睡觉要关灯的时候，我要再点进去多几个步骤才能选到我的家里的家用的装置去点它。那另外呢，现在你其实很多常用的装置会显示在这个控制中心上面，像我的电灯都会显示在上面，但它就是偶发性的，偶尔会出现，偶尔会消失。我会搞不懂为什么，有时候我把它设定出来之后，它又会在自己消失掉。那我觉得这是控制中心上面它这个排版上面有点问题。那这一点其实也是有点困扰，那这都不是什么很大的麻烦，可是就是有时候当你急着要去关掉电灯的时候，或者说觉得想要很方便躺着，想要直接这样去关灯的时候，它没有办法使用，你就会开始去怀念这个实体开关是有多么的值得信赖。那可能有人会问，我房间有HomePod，为什么不直接跟他讲一下，叫他关灯就好？那这个就是另外一个问题，有时候他讲你要确定是哪个电灯，他问你是哪个电灯，然后来回又要几次，他又听不懂，然后可能就要重新开始啊。这个以后的影片再来讲。那至于大家最在意的续航力的部分，我必须说也没有比较好，也没有比较稳定。无论是对比 iOS 15或是先前使用的 iPhone 13 Pro Max 来说，我自从换到14 Pro Max 跟 iOS 16之后，我的续航力一直是非常的不稳定。那我不能直接说它续航力是差的，因为有人可能会说因为水显萤幕什么有的没的。但是有时候我可能今天做的事情稍微多一点，但是它续航力是
好的，但是隔一天可能手机就是放在那里没有什么用它，但是它续航力变得非常的不好，所以它是一个很不稳定。我不太确定说它的 iOS 16后面有什么东西在背景跑，在消耗它的电力，它也没有办法很直觉让你知道是什么。因为我其实背景可能耗电这些东西可以检查的东西，我全都检查过。那如果说一样使用的情境，今天、明天、后天会有那么大的差距的话，那这个就是本身 iOS 稳定性的问题了。那正式版的 iOS 16.5呢，预计是在5月中的时候会推出，到时候我们会再持续关注测试一下它整体体验怎么样，或是大家有什么想法也可以在下面分享。那再来呢，很快6月初我们就看到 iOS 17的发表。那我上次有做一篇相关报道的影片，那彭博社的讲法就可能会有很多大更新的功能在里面。那我觉得这个是有点既期待又怕受伤害。一方面很期待苹果在这个功能性上面有什么新的突破，让我们体验到一些新的使用方式。但某方面呢，以现在 iOS 16的稳定性就已经这么不好的情况下，如果又再推出一堆新功能的话，那真的是有点担心。不过先解释一点啦，它在6月的时候发表，并不代表在6月的时候就可以使用到它的正式版。它一开始会是一个超级 beta 的版本，而且一开始的阶段，它的目的也是只有给开发者使用而已啦。所以我的建议，如果你真的要玩的话，就是在你的备用机上面去下载来玩，因为它有非常多的 App 跟它的相容性都会非常的不稳定。我不建议以后把你的主力机放在上面使用。那如果真的要早一点想使用它的话，建议可能等到大概8月底或9月初的时候再来做更新，会比较安全一点。那正式版本的 iOS 17呢，可能会在9月 iPhone 15发表之后，而在它正式出货之前的1个星期呢，他们会推出 iOS 17的正式更新版本给所有资源的装置那到时候可以再去下载。但是其实在6月跟9月这个之间呢，他们持续会在 iOS 16上面推出更新的版本。那不管是做一些安全性上面的修复啊，或是推出一些小小的新功能，但不能保证它会有稳定性啊。但至少苹果不会放着不管，所以有蛮大的可能性，我们还会持续看到 iOS 6.6或者是6.5后期的版本推出。OK， 好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，就大致分享一下这个 iOS 6.5这个使用心得。那如果你们有什么消息想分享或想要得到更快的更新的话，都可以去追踪我的 IG， 我在上面会分享一些比较快的消息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，我是苹果爹，我们下次见，拜。